为什么他对于包含台湾的议题特别的执着，或者大家认为他当作是一个非常重要要解决的问题了？到底是单纯的坐到那个位置，这台湾问题必然要解决，还是有人说哇那是他的天命？这部分姚忠相您怎么看呢？我刚才讲，中共的元老一大错误就选了习近平。从邓小平开始，他对江泽民就不是很放心。92年的时候，他甚至想把江泽民撤掉，因为这个元老们就反对了。你刚刚撤了胡耀邦，又撤了赵紫阳，你再把江泽民给撤掉，这就不好看了。所以江泽民呢，92年呢，度过一段危机以后呢，就是基本上保住了。但是，他们把精力就放在第二人上，所以邓小平隔代钦定了胡锦涛。胡锦涛尽管江泽民不高兴，但是这就是元老的决定，隔代钦定胡锦涛。那么中国的所谓的粉碎四人帮以后，他们就是元老们最大的问题就是选择自己的接班人。那个陈云当时就说过一句话，要把权力交到自己的孩子手上，自己的孩子不会反对的。所以红二代那时候特别得势，那时候基本上就是确定一家就是出一个，那么习家也就出了那么一个，到现在看也就是习家也就习近平出来的。您刚才讲到这个事儿呢，这个事情呢，还是真的不为人知。因为我怎么知道呢？胡锦涛当政的时候呢，我正在北京。那我们是安徽帮，包括胡锦涛的秘书，包括安徽帮子一帮子人，我们在一块经常聊这个问题。我们开始从哪里聊起来？就是彭丽媛嫁给了习近平，我们就感到很诧异，说彭丽媛的声望、长相各方面条件，你嫁一个什么这个副市长，就是一个副局级干部，就感觉不可思议。但是呢，我们也听到了一些风声，这是元老们的安排这个当然是这么说。那么你刚才讲的这个黄志诚的这个事情，这个很多人网上有知道这个事，但是不知道来龙去脉。我们把联系起来看，就比较清晰了。81年8月8号，黄志诚驾 F5F 飞到中国。10月4号，邓小平接见他。您刚才也讲到，邓小平接见黄志诚的时候，习近平在这里。习近平当时只是本标的秘书，只是中央军委办公厅那个28岁的小秘书，他跟黄志诚这个事情根本没有任何关系。在座也轮不到他做，他居然在做。就当时大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，因为在做以后呢，后来就发生的事情大家就想得出来。紧接着他就被下放到河北镇边，县委副书记、县委书记，然后过渡一下，直接放到福建，在福建一干17年那从胡锦涛上位以后，他就直接调到浙江，调到上海，政治局委员，慢慢的就在4、5年的时间内就升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。这个也是有一个说明什么呢？就是邓小平已经讲过，香港、澳门收回来以后，台湾问题交后下一步，这里面包括2层意思的。第一个，没有能力解决，我这一代我只能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。那么香港、澳门问题的解决，也为今后解决台湾问题做铺垫。用一国两制的方式，因为我武力解决不了嘛，那时候台湾的军力还是很强的嘛那么就是说，以香港的模式、澳门的模式解决台湾问题，这是一个意思。第二个，可以看得出来，中共对解决台湾问题应该是他们头等大事。
国家没有统一，共产党总觉得这个结局不是很完美。再一个，台湾牵扯了这个中国的很多问题，特别是台湾在第一岛链这里，但是就看得出，封锁台同时进行的。92年的时候就确定了海洋战略3部主导。习近平回来以后，你看看习近平的这个当总书记怎么当的。胡锦涛当总书记的时候，江泽民、刘军委主席当了2年。那习近平上来以后，胡锦涛让位的时候，全部国家主席、党中央总书记、军委主席一并交流。在那段时间，我们太清楚，江泽民和胡锦涛2个都按道理就是斗接班人的问题，胡锦涛的接班人问题。按道理说，胡锦涛根本就不是江泽民的对手。江泽民想，而且中国有这个惯例，上一届领导人隔代钦点。你胡锦涛是江泽民钦点，那么你胡锦涛后面的人就应该我来钦点。但是大家看得出，他没有钦点上，因为胡锦涛拿出了尚方宝剑。这个主图毫无疑问是邓小平和胡锦涛私下的决定，而且肯定有证据，所以江泽民就没有办法去阻挡习近平。邓小平是隔着江泽民钦点的胡锦涛，叫隔代钦点。那么到了胡锦涛下来的时候，胡锦涛的接班人按理说应该是江泽民钦点，对吧？这个是惯例嘛，我们要遵守这个惯例。何况胡锦涛的10年总书记一直是在江泽民的压迫之下，他根本就没有权。所以我们在部队的时候，我们感觉太深了啊。胡锦涛的一个秘书当时到我们海军来跟我们在一块吃饭，最后都受到了刁难。他真是当媳妇了，10年就是当了这个童养媳一样。那在钦点习近平的上位的时候，江泽民他有私心，他要安排他自己的。实际上江泽民上来以后，上海吧、江西的人从党政军都是一直到位，就缺一个总书记，随便挑哪个都可以。但是就是因为胡锦涛手里握有邓小平的尚方宝剑，习近平才顺利上位。胡锦涛和温家宝在扶植习近平上位的过程中做了很多工作，而且我以前在总政联络部待过，就是习近平上位的时候，总政联络部部长叶选宁，就是叶剑英的儿子，大力支持，这是一个秘密警察投资。所以我们通过这一系列的来看，习近平上位实际上是中共元老开始一支布局，布局的主要任务就把台湾问题寄托在他的身上。福建的17年，大家这个点对吧？这个很清晰的，把彭丽媛嫁给他，是吧？这个东西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很多证据啊，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这个事情上去推测，习近平上位他是中共一直布局好的。那习近平上来以后在干什么呢？当然前2年、两三年，他要巩固他的自己的地位，要清理江派的人，所以反腐。反腐就是对着江泽民来的，他不会对着胡锦涛。胡锦涛还真没有太大的腐败，胡根本就没有掌握什么权力，那反腐就打，反腐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15年开始，15年开始军改，就是承诺老一代的人对他的嘱托，解决台湾问题是你的责任，要不是解决台湾，你当不了总书记。所以习近平当总书记是因为台湾问题，元老的嘱托。
那么习近平上来以后，毫无疑问，他要履行他的承诺，他要解决台湾问题，会进行军改。但是我们很不理解，中国那时候15年的时候，没有战争，把7大军区撤掉了，有个5大战区。战区是什么东西呢？是战争期间的区域划分。他那时候就准备好了。那么打台湾是他的既定范围，这毫无疑问，他有这个责任，他也在尽力做这个事情。那事件发生到今天这个位置时候，打台湾成了他保地位的一个必要的一个因素。为什么他为了什么打台湾？他修改宪法，取消终身制，取消这个任职的这个期限，对吧？这是大不敬的。邓小平11届3中全会以后就规定了，取消领导干部终身制，任期2届10年，这是就写到党的是纲领里面去了，成了一个惯例了，7上8下，这都是惯例了。你习近平改宪法，居然老帅们没有一个反对，可以看得出来。其实中共真正当权的都是那些老家伙，他们的子女基本上都在部队抓着实权，警察，特别是秘密警察。那现在很清晰了，是吧？大家就是看着他肩上挑着一个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的那个重担，所以大家不说他，你改宪法我都不说。但是你如果解决不了台湾问题，大家就会找你算账了。所以现在台湾问题又成了他保位置的一个重要因素。所以我们台湾朋友，我们大家把这个事情捋清楚以后，并不是说习近平纯粹的是为了连任去打台湾，他有一个历史的渊源在这。